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深入探讨的是这份关于利未记第10章的逐节解读。说实话，这短短20节经文里发生的事儿，那个冲击力简直比一整季的戏剧还要强。的确是这样，它就像是在一场盛大的庆典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突然嘣发生了一场致命的事故。要想理解这场事故的震撼程度，我们必须先看看当时的气氛，那个场面。对，这个背景很重要，我们得先描绘一下。这事儿发生在祭司受圣职礼之后的第8天。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在见证历史。就在前一刻，上帝的荣耀刚刚显现，有火从天而降，瞬间就把祭坛上的祭物烧尽了。民众的反应是欢呼敬拜，对，整个场面充满了那种神圣和喜悦。这本该是一个新秩序完美建立的顶点。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咱们手头这份解读资料一下就点出了这里的矛盾。就在这个最荣耀、最神圣的时刻，悲剧毫无预兆地降临了，而且是直击这个新上任的祭司家族的核心。没错。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事件的核心。亚伦的2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也是新上任的祭司，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经文说，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结果呢？结果几乎是瞬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燔火这个词是关键。字面意思就是陌生的火，或者说是未经授权的火。等一下，就因为用了错误的火，他们就被当场击杀了。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个惩罚是不是有点太重了？是有点，感觉就像是违反了操作手册，结果直接被不是解雇，是直接被抹除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对吧？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程序错误，那确实显得不成比例。但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份分析，它提供了一个相当深刻的理论。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失误，这是一个公开的、带有声明性的行为。怎么说？你想想看，他们是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定义如何敬拜上帝。经文特意强调各拿自己的香炉，这就暗示了一种个人化随意的态度。我明白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上帝指定的方式去亲近神。正是，这份分析用的一个比喻非常形象，这相当于一场神圣的杀鸡儆猴。哇哦，杀鸡儆猴，这个说法很犀利啊。是的，因为祭司制度刚刚建立，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说，亲近上帝这件事儿，容不得半点想当然和自作主张。所以，这不是对一个错误的惩罚，而是对于一种态度的审判。对，一种轻视神圣、自以为是的态度。在这之后，摩西对悲痛中的亚伦说了一句话，像是给这件事儿盖棺定论。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话听起来很冷酷，但意思很清楚，地位越高，责任越重，要求也越严格。而亚伦的反应，解读里说，更是充满了虚极张力。他默默不言。我无法想象那种场景，你的2个儿子就死在你面前，是被你所侍奉的上帝亲手击杀的。然后你作为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震惊，或者别的什么？这份分析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沉默。一方面，他深知儿子们理亏，在上帝绝对的圣洁面前，他无话可说，无法辩护。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最真实的人性表现，就是那种面对神圣审判和无法挽回的悲剧时，那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好的，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极其可怕的场面，2位新上任的大祭司的儿子就死在圣所里了。那接下来怎么办？总不能把尸体就他妈放着吧？这就是下一个问题。处理后事本身也成了一个需要严格遵守的仪式。摩西没有让亚伦和他剩下的2个儿子去处理尸体，而是叫来了他们的堂兄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祭司，不能碰触尸体吗？完全正确。但这里有个细节，这份解读特别指了出来。
非常耐人寻味。哦，经文说，尸体是穿着袍子被抬出去的。等等，袍子没被烧掉，这太奇怪了。是的，完好无损。被火烧死，但衣服完好无损，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被雷劈了，但衣服一点没破。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份分析就推测，这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火，可能就是类似于闪电或者某种高能量的冲击，它的目的是精准的、瞬间的致命一击，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吞噬一切的火焰。哇，它展现的是一种可以说是外科手术刀式的审判，而不是混乱的毁灭。这画面感太强了。紧接着，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下了一道在我看来极其不近人情的命令。他说：“你们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这在当时就是禁止他们公开哀悼。是的，他等于是在说，你们不能为死去的儿子和兄弟表现出悲伤。对，我得在这里打断一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太残酷了。告诉一个父亲不许为儿子哀悼，这难道不是在要求他们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吗？难道说作为祭司，他们的职责就完全凌驾于他们的人性之上了吗？这正是这段经文所展现的核心张力。而这份分析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那个时刻是的。真的吗？摩西的命令背后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保护。如果他们为被上帝审判而死的人公开哀悼，就可能被解读为对上帝判决的无声抗议，就会给整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这是一种为了你好的残酷，可以这么理解。而第二个层面是神学上的，他们身上有耶和华的膏油，这个身份使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的身体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的圣工。所以首要职责是维持圣所的运转，而不是处理个人的悲伤。对，这个标准确实严苛的可怕，但它恰恰在强调，圣洁的空间与死亡和污秽必须彻底隔离。就在亚伦刚刚承受了丧子之痛，又被禁止哀悼，内心最脆弱、最混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儿。是的，经文说耶和华晓谕阿伦，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参考的这份解读资料特别强调，这是整本圣经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帝直接对阿伦说话，不是通过摩西转达，不是，是直接对他说的。哇，这太不寻常了！在亚伦信心最可能崩溃的时候，上帝绕过了中间人，直接跟他对话。这感觉不像是在颁布命令，更像是一种干预，或者说是一种扶持。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接触。你想想，在那个时刻，亚伦可能正在怀疑一切，怀疑自己的职分，甚至怀疑上帝的良善，而上帝直接向他显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和坚固。这帮助亚伦建立了一种不依赖于摩西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那么上帝亲自对他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一条禁酒令。上帝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个时机很有意思，这会不会是在暗示拿达和亚比呼当时献上反火，可能就是因为喝醉了，头脑不清醒？很多解经家都这么猜测。这份分析也提到了这种可能性。这条命令很可能就是对那场悲剧的直接回应。但更有意思的是禁令背后的目的。上帝自己解释了，这么做是为了让你们能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重点不是喝酒本身，对，重点是保持一种清晰的判断力。正是如此。祭司不仅仅是走流程的仪式执行者，他们还是判断者和教导者。他们要教导百姓上帝的律例。如果一个祭司头脑昏沉，被酒精影响，他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属灵判断。那他带给整个社群的危害，可能比线上反火还要大。没错，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清醒状态，一种不被私欲和外界物质牵引的内心。好的，在经历了这场家庭巨变和上帝的亲自小谕之后，故事还没完，焦点转向了祭物的处理，结果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是的，你可能会觉得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剩下的人应该会小心翼翼，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了吧？对啊，但没有呀。摩西先是跟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重申了关于吃祭物的规定，比如素祭要在哪儿吃，平安祭的肉要怎么处理等等。为什么吃这个动作这么重要？不就是一顿饭吗？在献祭体系里，
吃是一个关键的仪式环节。祭司吃掉属于他们的那份祭肉，象征着他们代表百姓在上帝面前蒙了悦纳，也象征着整个献祭流程的圆满完成。了解了。但就在这时，摩西发现出问题了。对，他去找那只作为赎罪祭的公山羊，结果发现它已经被烧了，而不是按规定被祭司吃掉。于是他向亚伦剩下的2个儿子发怒。你可以理解摩西为什么会发怒。在他看来，这又是一次严重的失职。尤其是赎罪祭的祭肉，根据解读，祭司吃掉它，在上帝象征意义上代表着担当会众的罪孽。他们把肉烧了，就等于这个最重要的程序没有完成。考虑到刚刚发生了什么，你就能想象摩西有多紧张和愤怒了。是的，但就在摩西发火的时候，亚伦站了出来。他没有为儿子们找借口，而是给出了一个充满了情感和神学深度的回答。他说了什么？他对摩西说：今天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哇，这句话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和高潮。这份分析对亚伦的辩解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读。他不是在说我们太伤心了，吃不下饭，他是在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实际上是在说，摩西，你看，我们家刚刚遭遇了这样的惨剧，我的心都碎了。赎罪祭的餐食本该是在上帝面前表达和好和平安的喜乐仪式。如果我们现在强行压抑着巨大的悲痛，去走这个快乐的流程，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吗？上帝会喜悦这种表里不一的敬拜吗？哇哦，这么一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在对抗律法，而是在探寻律法背后的精神。对，他等于是在说，上帝更看重我们内心的真实，而不是机械的执行仪式。完全正确。他经历了一天的悲剧后，对上帝的认识似乎又进了一层。他相信上帝是体恤人性的，是理解他的痛苦的。强行压抑悲伤去完成一个仪式，反而是对上帝的不敬。一个连失去亲人的悲伤都无法真实表达的祭司，又怎么能真正的担当会众的罪孽，活出真正的圣洁呢？这真是个非常大胆的表态。那摩西的反应呢？他接受了吗？这就是故事最令人意外的结局。经文最后一节说，摩西听了这话，便以为美。他被说服了。是的，他被说服了，他理解了亚伦的逻辑。所以这场冲突最终以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与和解告终了。是的，整个第10章始于一场因藐视规则而导致的严厉审判，却终于一次因洞察规则背后的精神而达成的和解。这其中的张力实在太大了。回顾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跌宕起伏。它既向我们展示了神圣的威严和审判的可怕，也揭示了严格律法与真实人性之间的碰撞。它告诉我们，亲近上帝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儿，但同时，上帝也不非不近人情，他看重我们内心的真实。没错，他挑战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圣洁？是完美无瑕地执行所有外在的规定，还是带着一颗真实、敬畏又充满爱的心来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说到这里，你给我们的这份解读资料，在结尾给你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问题。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利未记的体系里，祭司的圣洁是一种隔离式的圣洁，他们必须与一切不洁之物，比如死亡、疾病等等，严格的分离开来，才能维持自身的洁净。这是一种保守性的圣洁，通过建立边界来实现。然后这份资料将这种圣洁与后来耶稣所展现的圣洁做了个对比。耶稣的圣洁截然不同，他不是通过远离不洁的人群来维持圣洁的，恰恰相反，他的圣洁是主动进入到麻风病人、罪人这些不洁的群体中，去触摸他们，与他们同在。结果反而是他的圣洁洁净了整个群体。对，所以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这2种圣洁的运作方式，一种是靠隔离来保守，一种是靠进入来洁净，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在你的生活里，这2种方式是否都存在？在不同的处境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这2种